这一天又要过去了，这都第7天了。这里不是监狱，但郑耀先却如坐针毡，因为他连放风的机会都没有。7天过去了，马小五没有回来，郑耀先也没有能出去。马小五为什么会突然离去？什么任务能让他撇下自己？上级还想藏自己多久？目的是什么？郑耀先想了好几天，最后确定了一种可能：台湾来人了，而且是自己的熟人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市招待所所住的这位从山区来的代表，很值得怀疑。他的公开身份是南川村的村书记，姓任。但奇怪的是，所有列席会议的同志都不认识他。是不认识他呢，还是不认识那个村的书记？不认识那个书记。那个书记有照片吗？就是这张照片，是这次会议上办代表证才照的。这个任书记平时木讷少语，同时又不太注意个人卫生。据说因他身上发出的一股难闻气味，同房间的人还数落过他。不过这人很老实，怎么数落都不还口，甚至连句反驳的话都没有。但从那以后，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没有谁再有心思再去注意他。要不是我们提及，恐怕没有谁能想起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人。就是公署，你去通知我们的同志，密切把他监视起来。另外，再派一个心细的同事到他房间看一看，也许还能发现新的线索。不逮捕他吗？他跑不了，逮捕他只是一个方面，最重要的是要摸清楚他所执行的另外一项任务。是。注意分寸，万万不能搅了市里头的大混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。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哟，咋不敲门呢？招待所没的规定，服务员进房间还要敲门。小伙子，你这可是搞突然袭击嘛？是不是怀疑我们这里混进来个女的？我们是国家干部，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。这个人呢？接手去了吧？接手需要这么长时间吗？被子里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。哎呀，我这个人较轻，昨天晚上就出去了，我以为他接手，啊，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呀。昨天晚上在市委礼堂看好演出回来，他一头就钻到被窝里了，是脸也不洗，脚也不洗。我们意见都很大，就说了他几句。是不是他城里有什么亲戚啊？一生气就住到亲戚家里去了。他和你们说什么没有？没说什么。这个人不大爱说话。照理说我们住进的这几天，应该像一家人一样的亲热。那可不。可是就我们哥俩摆龙门阵，交流交流会议精神，他倒像个哑巴。行，歇着吧。行了。公树怎么会突然的消失？难道他嗅到了什么？你去公树的房间侦查，有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？代表们都去市委礼堂看演出了，走廊里是空的，而且我也事先支开了这个楼层的服务员。你有没有动过他的东西？这个房间有3张床，每张床前都有一个小床头柜，每个床头柜都有一个抽屉。我只是拉开抽屉时，里面倒了1摞1分硬币，不过我按原位置放好了，合上抽屉就走了。你确认没有再碰过其他东西？除了那摞硬币，就是简单的生活用品和会议上发的资料。问题就出在这摞硬币上了。你一拉开抽屉，它就倒了。你以为恢复了原样，实际则不然。我们都低估了公树的警觉性，他简直是一条狗，鼻子很灵啊，1摞1分钱的硬币，就让我们尝到了他的厉害。
老首长。这都过了多少天了？这公树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莫非他是跑了吗？不会，他肯定还在山城。为什么？公树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，我师父就是他的死穴。在没见到我师父之前，他一定不会离开山城。就算你说的对，可他能去哪儿呢？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是公树，发现有人注意上我，会采取怎么样的应变措施？他不是正在躲着我们吗？躲只是一种本能，对公树而言根本谈不上应变。我想，他在离开招待所之后，根本就没走远，而是在附近盯着我们，暗中打探。这很正常。如果换作是我，也必须要弄清楚，注意我的人究竟是敌是友。那他胆子也太大了。公树胆子本来就大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。而我最担心的是，他一旦弄清楚我们的身份，然后以我们的名义招摇撞骗，还有哪个部门能查到他？马上在全市范围进行排查，查一查有没有以公安部门名义留宿的外地人。要秘密进行，警方打扫京城。是。公树的通缉令发了吗？正在应。先别发了。啊？如果公树没有看到通缉令，他会认为我们只是在注意他，并不知道他是谁，这样能起到麻痹的作用，干扰他的判断。好。在这儿吗？好，谢谢。我这儿。哎，你好。住宿。介绍信。从哪儿来？北京。北京人啊。同志，我们是一个专案小组，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。我呢，要在这儿住上2到3天，请你配合一下。要是有人问起，千万不要透露我住在这儿，哪怕是我们本系统的同志。啊，这是我的工作证。好，那我就不多问了，您填一下入住登记表。好。团结路派出所在劳动饭店的入住登记表上，发现一名使用公安系统介绍信登记的男子，而且据服务员说，他要求不能透露他住在哪里，包括对我们本系统的人。没事。哎呀，这家伙如此的狡猾，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呢？敢在风口浪尖上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，也算是公树给我上了一堂课呀。他没有找到我师父，却一直留在山城，迟迟不肯走。这说明他的确有其他重要的任务。要不，先把他抓起来。不，必须要弄清楚他所执行的另外一项任务是什么，否则你抓住他，按照他的性格，肯定不会说什么。马上派人到劳动饭店去侦查。还是让我去吧。公叔这个人不是一般的精细，现在除了我，你们谁都对付不了他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别说让你去冒险，就是有这个想法，那都是犯错误。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。事不过三，我不能让你再栽到他手里。实在不行，我就下令逮捕他。这可是最后的机会，再错过去，再想弄清敌人的意图，那可就难了。不行，你师父会把我生吞活剥了的。
那我就去找前副部长。马师傅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他这次来山城，除了见我师傅之外，另一个任务是什么。所以，我想亲自跑一趟劳动饭店。劳动饭店？哦，就是解放前的玫瑰饭店。公树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你跟他面对面的交锋，有信心能赢他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跟我请什么战？首长，面对现在的公树，谁有十足的把握？就算是我师傅在，他也不敢打这个保票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。一旦失败，你就有可能失去再做这个职业的勇气。我还是同意老陈的意见，改变原有方案，立刻逮捕公树。首长，您这么做可不算完成任务，这是不负责任。我宁可背上不负责任的罪名，我也不愿意失去你这么好的一个同志。战争时期，有那么多同志为了信仰去牺牲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和平时期，一样需要有人流血牺牲。难道我不是共产党员吗？我师父说过，我在他眼里少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信仰。而现在，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有信仰了，那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。你一直想见我，别拘束，我不是个挑理的人，不是什么人都给我面子。同志，给我放上3副刀叉。你们几个人呢？3个。他自己找了一张桌子，多加了2双筷子，别的就没有什么了。他看上去情绪十分低落，一副沉湎于往事的样子。好，多要了2副筷子。难道他要见什么人吗？公树，就是公树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您知道那2把椅子上坐过什么人吗？是我师父和江西。趁着在吃饭，我们抓紧时间行动吧。好，我让餐厅的同志把他拖住，但不能拖得太久，以免他起疑心。公树使用的是英国护照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以免给我们在外交上带来被动和麻烦。
趁热吃吧。啊。怎么了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把钱包忘在房间里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住在饭店的客人回头再补交也行。我呀，还是罚自己辛苦一趟吧，要不然我这顿饭都吃不踏实。公叔已经离开餐厅，他已经进电梯了。公叔要回房间。马上通知马上5撤离。恐怕来不及了。局长，马科长，马科长怎么了？说，他跳楼了。是。局长，局长。这一天，郑耀先的心一直忐忑不安，几乎要蹦出他的胸腔。他觉得此刻的自己就是被困在笼子里的鸟，眼看着蔚蓝的天空，却飞不出去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北京省长亲自签发的命令。我就说，我这些天右眼皮怎么总是跳呢？老郑，你这是咋了？下午他出事，他没有暴露身份，他是好样的呀！老郑死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指望吗？老郑，陈局长昨晚旧病复发，血压又升高了。看我们这行的，有的是人没有拴住。我昨天晚上一夜胸闷气短，心神不宁，却原来如此。小五出事儿了。老郑，你要上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去见见人。
你什么情况？护士同志，请你把病情向这位同志介绍一下。该患者左臂肱骨外科颈骨折，耻骨鹰嘴骨折，腕骨骨折，左侧叶神经和臂丛严重受损，左腿股骨头骨折并髋关节后脱位，同时伴有坐骨神经和膝关节交叉韧带损伤。这么说，他身上就没有好地方了。小五，师父看你来了，师父看你来了。与其尴尬相见，不如不见省心。但由于形势，我顾不及自己的个人感受了。马小五还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，如果他成了残疾，我会找陈国华算账。找他算账？还有你，老郑。我们是对不住你。对不住的就我一个人吗？我郑耀先，代表牺牲的陆汉卿，代表为革命献身的曾默仪江心陈真儿，代表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捐躯的同志，请你回答，对得起那些同志吗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怎么还弄出个你们我们的？难道咱们不是同志吗？我们还是同志吗？为什么不是啊？你敢说我是你的同志吗？我是什么呀？台湾要来人，你就把我软进去了；新来的人把我的手铐在床头上。你害怕什么呀？你害怕什么？害怕我跑到台湾投靠老蒋？你可真敢想！我如果要投靠老蒋，还用等到今天吗？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都在和国民党同床异梦。我今天老弱病残了，你却担心我要跟他附和，去迎来第二春吗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啊？你有脾气，你就没想想，我也有脾气，我的脾气冲谁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把你藏起来是保护你，算我人老心重，怕万一闪失出了意外，你竟然反过来一通数了我。你以为你每次平安无事，都是你自己的本事啊？要没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暗中保护着你，你这把骨头早就化成灰了，还跟我发脾气。说吧，您叫我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什么事？你以为我愿意见你啊？愿意听你婆婆妈妈的控诉我的罪行？你带出来的公数，自己造的孽，你还想让别人替你去还吗？让我去抓公数？你以为马小五是谁害的？为了马小五，你还敢对任务推三阻四吗？
你还犹豫？这就是你蛰伏这些年的结果，要行动了。你苦苦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？公树能让我们安静吗？在马小五跳楼之后，公树趁着混乱逃之夭夭，到现在都无影无踪。别逼我好不好？好，我不逼你，我就给你1晚上的考虑时间。记着，国家利益高过天，人民才是我们最深厚的情感。因为你是个共产党员，是一切都属于国家的特殊职业者。胜利了，不能宣扬；失败了，不能解释。誓言无声，英雄无语。出来！你出来！你想上哪儿去？哎呀！茶，对不起，哥不该在你面前提你爸爸。不过周志前就是你爸爸，这是改不了的。他不是我爸，他是骗子，我没爸。你没爸，你是怎么生出来的？我就是没爸，就是没人，我没爸。好，你没有，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我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他不是我爸，他是骗子。我要改名字，我要改姓，我要写秋和妈妈的姓。那秋和妈妈姓啥？你晓得不？不晓得。傻丫头。你不是一直想买一件新衬衫吗？哥今天就给你买。你这一件已经旧了，洗不出来了。来。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你还说想买一双白球鞋，你说你们班上已经有4个女生都买了，哥都给你记着。吐了，来擦擦。你先擦。哥先擦就脏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走了，跟哥回家啊。哥，你这手没事吧？没事。
你是从何方而来？从你期望的地方来。路上有麻烦吗？带到的人路熟，路上狗多，都让我们给甩了。温家老店的温老板。阿弥陀佛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贫僧先行告退，阿弥陀佛。公树就交给我吧。你早就该这样。老郑，我跟你说，这也就是你，换了别人，敢对任务推三阻四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可是我有个条件。我跟你说过，别跟我谈条件。我想送公树一程。这个条件，我答应你。我早就说过，那时候啊，你头发太短，等长长了，就能扎头绳了。1956年，共军收紧了包围圈，才逃跑到这儿的。一待就是4年，台湾不让回去，共党又到处在抓我，除了隐居在这山里当野人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。弟兄们还好吗？没剩几个弟兄了。最困难的时候啊，我们大伙儿都挤在山洞里边，共用一个棉衣，连堆取暖的火都不敢烧，就怕那烟飘出去，再引起别人的怀疑。1年固定几个月的野菜树皮，最惨的就是没有盐。要不是3年前温老板出了家，给我们拿了一些贡果和盐巴来，恐怕到现在我们也只能抠那个洞壁上的盐碱吃。这次我有2个任务需要来完成。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叫周志前吗？就是那个被怀疑叫郑耀先的人。没错，他是蒋先生御笔钦点的人物。我这次来的目的之一，就是为了找到他。我听高君宝说，高君宝就是那个带你去菩提寺的人，那个小伙子，他刚加入我们没多久。他的父亲是不是中统的高占龙？什么中统军统的，又那一套陈词滥调。他跟我有渊源。想当年，我杀了他的父亲。对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孝安牺牲的时候，他在川江码头见到过这个人，后来好像是被共党关起来了。那有没有说被处决了？那倒没说。那就没错，那说明他的身份还没有暴露，共党还是认为他是周志前，否则要是知道他是郑耀先，非点了他的天灯不可。他的情况，我们现在在这猜测也没有用，没有办法印证，只怪党国在共党的高层里面没有自己的人。
未必。嗯？你是说还有潜伏下来的人？这就是我的第二个任务。这个任务关系到军统几十年前的一个秘密，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少数几个高层，包括顾局的代理局长。谁说在共军的内部就没有我们的统治了？那你的任务肯定会用上高君宝，他走街串巷，城里路熟得很。没有他，你想找谁或者联系谁，肯定会寸步难行的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放心，高长官的儿子不是吃素的。那就看看这个高君宝能不能找到同样的另外一张宫门道邮票。街头信物。如果我们就这么把你放了，那会不会引起宫树的怀疑？这是肯定的。虽然宫树崇拜我，但他身处险地，是绝不会放弃警觉的。那该怎么办？我们的便衣在石口劳教农场附近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人，据查获，很可能是逃逸多年的温正芳，温家老店的温老板。对。这么说，宫树已经找到了严娥，不止找到了，而且开始着手打探我的下落了。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温老板身上做做文章？我离开劳教农场的消息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我们对外宣称是要对你进行复审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没几个。把所有可能的知情者全部集中看管。好，我马上派他们到外地去学习。另外，对地方散出消息，就说已经弄清楚了，我不是历史反革命，但因犯过错误，仍然交由街道看管。弄清了你不是历史反革命。哎，我说鬼子亮，你这是贼心不死啊，还想变着法儿的为自己脱罪。这组织上一旦以文件形式传达下去，以后要再抓你的历史小辫子，那可就难喽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工作吗？一肚子的鬼心眼儿。白猫黑猫，抓住耗子不就是好猫吗？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，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，都要让温老板无意中听到周志前被遣回街道的消息。遣回地还是原来的地址吗？不，换到郊县的城镇上。只要不回原址，以公树的性格，他一定会以为共产党并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，这样会显得自然些，不会突兀。那公树，他能相信我们说你历史没有问题吗？如果是台湾情报总部，按照行规，他们一定会怀疑，但是公树则不会。他相信六哥就是六哥，共产党绝对斗不过六哥。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也不敢保证，就看公树对我的信任变没变。你能不能具体点啊？你们觉得公树会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跟我接头，才是最佳时机？六哥，就是下放到这个石口劳教农场的食堂做苦役，那里的监管和警卫远远比不上监狱和看守所。那也不能硬闯，共军的防范还是很严的。如今我们家底单薄，留下的弟兄们所剩无几，能够撑到今天的实属不易，万万不能再轻易涉险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此次我们要救出六哥，不是我公树单纯的哥们义气，而是台湾情报总部的指令。国民党情报机构在大陆的崛起和振兴，靠的
就是六哥重出江湖。阿弥陀佛，严长官，我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周世谦因为证据不足，被释放了，现正押往地方交街道监管。消息可靠吗？千真万确。会有这么巧？是押往原住所吗？不是，那个地方很偏僻，是郊县的一个镇上。对了，把他送到一个人口稀少的偏僻地段，那至少说明共党对他还是放心不下。你能保证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，他一点都没变吗？共党的攻心术，可是摧垮了我党不少的有识之士。你说别人能变，我信，但是六哥绝对不会。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信？我这不是自信，这是事实啊！死在六哥手上的共党可不在少数。像六哥的这种情况，即便共党不杀他，也绝不会放过他。至少这一辈子的大牢是锁定了。那你想怎么接近周之谦？就算他有本事，让共党对他查无实据，可是共党就能轻易放过他吗？难道就不会派人暗中对他监视？那是自然呢，对他监视才对啊！要是不对他监视，那反倒有问题了。那你还怎么救？不用说，他的一举一动肯定捏在人家手里。凡事都有例外，只有在这一天，监视他的人，老虎也会打个盹儿。清明节，没错，只有在这一天，六哥出门才最合情合理，也最不容易遭人怀疑。你们试想一下，六哥这么多年了，不是关在监狱，就是下放到劳教农场，总算出来了，给自己死了多年的老婆上个坟，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城北的乱坟岗，据说是山城闹鬼的地方。从清朝末年到现在，究竟这里埋过多少死人，已经无从查考。无论是倒在街头的乞丐，还是买不起坟地的平民百姓，亦或是干着掉头买卖、身首异处的绿林草莽，只要被一卷破席盖过，最终都会送到这里来下葬。林桃的骨灰被埋在这里已经9年了。秋荷妈妈带着我年年清明前来祭拜，郑耀先来这儿还是第一次。9年了，今天六哥才有幸能跟你见上一面。别嫌六哥心狠，六哥知道你爱干净，每天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，
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整个人鲜鲜亮亮的。六哥来帮你收拾收拾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这辈子你犯的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嫁给了我。当初要不是你走投无路，硬生生的和我捆绑到一块儿，以你的花容月貌，现在的小日子比哪个女人都过得有滋有味儿。走吧，走了也好。你活着也是种负担。其实，六哥心里挺想你的。你死了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对你比对我自己感情更深。我这辈子，你正经算是我的发妻。你希望我能把孩子带大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活得跟你比起来，还不如你，人不人，鬼不鬼。我欠你跟孩子的，这一辈子恐怕还不上了。如果有来生，当牛做马，我也会偿还的。谁？是人是鬼啊？六哥，六哥， 1960年的清明节，因为秋和妈妈生病了，我们没有在这一天来乱坟岗，给我母亲临讨上坟，因而也错过了公树被我公安人员抓捕的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六哥，老天爷指路，让我在六嫂的坟前，还真找着你了。 弹指一挥间，14年。六哥，你为什么不给兄弟们带个信呢？共党盯得紧，我能苟且偷生，已经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了。 怎么还敢轻举妄动啊？以我的秉性，即便是去了台湾，也还是人在泥里，气在云端，一样会被人收拾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郑老板在弥留之际，还不忘举荐你，还亲自给我拟电文下达了任务，所以我这次来，就是为了找到您，传达郑老板的遗嘱，请您出山，主持内地 特工系统的大局，哥哥，咱们兄弟翻身的日子到了。六哥，咱不说你是不愉快的了，你有没有带点吃的？我都快饿死了。您要再不来，我就快一命呜呼了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这儿还有。
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没怎么熬。52年啊，台湾就电令我去香港述职了。我原本以为能够再去台湾的，可谁成想，这帮混蛋根本就不信用大陆回去的人，死活不让我入境，我就只好在香港待着了。要不是郑老板提起了您，他们也不会想到我。既然已经出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这要是换了别人，打死我都不回来。可您不一样啊，因为您是六哥，您是不收1分钱就肯把我扶上高位的六哥。今后有什么打算？还跟你打下手。如今啊，在国民党的情报界，郑建明、毛人凤等一批元老都已经故去，除了您，我想象不到，谁还敢自称老大？我曾经跟简直说过，我说我们跟六哥呀，是人生不相见，同如身与伤。我真的，我以为这一辈子我都再也见不着您了。可是老天爷有眼，凡事都有个例外，还真让我撞见您了。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以你现在的本事，已经不在我之下了。能算准了我来上坟，说明你已经把我看透了。六哥，这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为了见你，我想来想去，也就是这儿最安全、最不显眼，也是您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委屈了一下自己，陪六嫂小住了几天。你为什么不多布几个暗哨啊？哥哥，不是不想布，实在是兄弟们剩下的不多了，捉襟见肘啊。这不，只安排了一个老温，隔3差5的给我送点吃的。那我要是不来呢？您要是再晚来几个时辰，我可就真撑不住了。干咱们这一行的，有时候凭的就是运气。六哥，我这还有点钱，今天是咱们兄弟久别重逢，我请你进城下馆子，慢点啊。这哪是什么说话的地方啊？咱们找个像样的馆子，今天咱们兄弟不醉不归。我这头发也该剃剃了，这副姿容见六哥，着实不雅不恭，该打50大板。只要有六哥在，不出几年，我们身边又会多出一大批的兄弟。您不是说过吗？旷野里的小草，冬去春来，一岁一枯荣吗？六哥，腿脚不利索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紧跟着兄弟。
咱们兄弟不能再走散。是真的，对吗？这是我的职责。那我知道了。特务龚树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山城，就连远在北京的中央也在第一时间拍发了注节电报。就在龚树被带进牢房的那一刻，山城的大街小巷都燃起了烟花爆竹，敲起喧天的锣鼓。老钱呐，这外边还在游行呢。大快人心事，老百姓啊，要扬眉吐气一下嘛。哎，你去看小虎了啊？醒了没有？醒了。哎，不过一听说龚树落网了，立马又给晕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想，龚树落网了，可没落在他手上，小五心不甘呐。这有什么甘不甘的啊？他这样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作怪。龚树落网，老百姓欢天喜地，哎，游行的队伍敲锣打鼓，还扭上了秧歌，哈哈！我一直有个疑问，你说这龚树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，是谁那么有本事把他给抓了？啊？严长官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共军的大牢监狱固若金汤，就凭我们几个人几把枪，根本救不出龚长官。共军怎么可能会抓到他们？几天不见，怎么就突然间出事了呢？怎么就突然间出事了呢？怎么就突然间出事了？为什么？要是再想不出办法，龚长官就……城里的老百姓都已经疯了，天天喊着口号，嚷嚷着要枪毙龚长官，还要立即执行，说他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。严长官，听着，龚树是猫，有9条命，他死不了。我严娥当不成寡妇。不用说，龚树没吐一个字。对，坚不吐实。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。看来龚树回来的另外一个任务的内容，会跟他一起埋进坟墓。根据北京总部的指示精神，龚树的案子不能含糊其辞，要公正公开。就是想让他挨枪子儿，也要死得明明白白。
绝对不能无中生有。问题是，这家伙绝不白给啊，心理素质好着呢，是个货真价实的滚刀肉啊。如果真要先提出探监，安排一下。好的，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安排。老郑已经提出来了，说你答应过他，可以送公署最后一程。郑耀先的情况怎么样？他心里的这道坎儿还没有转过来。人非草木嘛。虽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但也是人间烟火，少不了亲朋故友，免不了七情六欲。郑耀先心里涌动着一个想法：公树来日无多，要让他知道，自己和他是信仰不同的两种人，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，抓捕他是自己的职责。有肉，还真不错呀。我有些日子没吃肉了。我跟上面说了，你的伙食啊，由我出钱负责。想吃点什么，直接跟他们说。谢谢。我总吃你的饭。1946年的春天，我杀完了高占龙，你就请我在玫瑰饭店的西餐厅吃饭。那顿饭吃的是相当的不错啊，有红葡萄酒，有牛排。你知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少天没吃上肉了？我很想再请你吃一顿有红酒、有牛排的饭，可现在条件不行。没想到你会来。刘哥，我要以何面目对你？结局如此，只能远渡扶疏。啊！你他妈居然背叛党国！王郑老板临死还举荐你出山主持大局，王蒋总统这么些年还能想起你？军统、刘哥、郑耀先都背叛了国民党，那国民党还有救吗？还有救吗？我从来就没背叛过，也从来不属于你们那个党。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曾经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
一旦发现他是共党，就地正法，格杀勿论。若要是发现他有投共嫌疑，同样取下他项上的人头。郑耀贤，你让我被军统同人颜面扫尽。这世间的万事万物，有几件有答案？大到宇宙，小到人类，你知道你自己是从哪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吗？个人得失与民族与国家轻如尘埃。武学当中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徒手无剑。仅凭手中的剑气，就可以杀敌于3步之外。老张，老张，快躺下，躺下。老张啊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把我吓死了。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了？啊？整整的1天1夜。别再折磨自己了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他们都是我潜伏敌营朝夕相处的一些人。有的随我浴血抗日前线，这一个二个的，却落到了如此田地。谁让他们走到人命的对立面了？你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责任而已。我若引导他们能够重新选择人生信仰，那么现在或许是好父亲、好丈夫，更有可能是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光荣普通的劳动者，眼下却沦为人民的敌人。老郑啊，你不要责怪自己。我后悔没能多做一些。当年站在党旗下面，我紧握拳头，宣读入党誓言，不怕个人牺牲，要努力革命，并发誓永不叛党。老陈，你知道传说中的凤凰涅槃的故事吗？我只是执着忠诚于革命，忠诚于党。金刚之身，我没有。我真的是没有啊！首长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他的情绪短时期能平复下来吗？
那要看他自己的了。虽然作为一名共产党人，用钢铁铸造的，谁又少得了七情六欲？那凤凰涅槃是什么意思啊？凤凰每500年一次，即梧桐之夜，背负着人间所有恩怨情仇，义无反顾，投身熊熊大火自焚，肉体接受痛苦轮回，最终以美好躯体浴火重生。谁都想得出，是。但重生之后，不光其语更丰，而且其音更轻，其神更碎。公主，想不到你还那么嚣张啊！打败我的又不是你，去叫郑耀先来。公主，在这儿，轮不上你耍威风。陈国华，我看过你的资料，还算是条好汉吧。8年抗战，你在太行山没少跟小鬼子干，就冲这一点，就比党国的很多高官强多了。行了，还是说说你是如何与人民为敌的吧。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说，一样可以给你定罪。何去何从，就看你自己认罪的态度了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何必再问我？要说我杀共产党，没错，军统里的人，谁手上没血债？因为国共是敌我关系，两军对垒，刺刀见红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你没有与人民为敌吗？1951年，在甘泉村，你当着全村人的面杀害了我民兵骨干3名，他们的妻儿老小，眼睁睁地看着你用刺刀挑了他们的亲人。你跟你的主子蒋介石一个样，嘴巴上喊为国为民，实际上你们是最不为国为民的。国民政府说一套做一套，耍两面派。正华夏40载，横征暴敛，民怨沸腾，通货膨胀严重，4大家族腐败，民心弃之久矣。历史的困惑，还是留给历史自己去解答吧。公叔诉求一死，你为这样的党国卖命，难道不后悔吗？1946年的春天，我随郑耀先去陕北延安，其实是奉了当时代理局长的密令，监视和考察他，并坐实他的共党嫌疑，就地处决。军统6哥郑耀先都是共党，郑老板还指望着他出山主持反攻大事，这真是个黑色幽默。你说，国民党能不败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让你别跟来，怎么回事你啊？赶紧回去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回去！不能落下我。你们先去。我们生死未卜，不得不逃离。我已经入伙了，你们不能把我当外人。时间紧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赶紧回去！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要再不回去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我
让你成傻子，再成瘸子，让你一辈子都找不着女人。求求你们了，你让我跟着你们去吧。我不是傻子，你别叫我傻子，我不傻。我知道你不傻，记住，那张宫门岛的邮票，千万要收好，有一天一定会用上。这是任务。陈师长，怎么了？发现言娥了，已经被我们包围，在黑龙峡一处山窝里，双方已经交火，很是顽固，宣传攻势不起作用，拒不投降。既然如此，就地消灭！国民党特务群党，你们被包围了！放下武器，停止一切反抗，否则，等你们的将是人民的制裁。老天保佑，你们有命就快逃吧。